李珊，你给我出来！我卖给你们都是8块1斤，可你们居然转手就卖68。干锅牛蛙明明牛蛙才是大头，你们给我的却只有一个零头。以后从我们这儿进的牛蛙要281斤，不然我们绝不给你供货。要不是你当初求我妈，我早就换人了。行啊，那就终止合作好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这下您不用担心罐罐的生意忙不过来了。哎呦，你这孩子，都说了妈一个人可以的，还非得早早的就回来。妈的腿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？哎呀，妈，快过年了，饭馆的生意也红火了，这不是怕把你累着了吗？好孩子，都饿瘦了。来，妈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干锅牛蛙。妈，你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一定把饭馆的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好，好，好，快吃吧，吃的都堵不上你的嘴。这都9点了，平常你陈阿姨8点就把牛蛙送来了，今天怎么连个人影都没看到？陈阿姨，陈阿姨一直一个人独居，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？妈，你别急，你先准备着配菜，我去陈阿姨家里看看。陈阿姨，你在家吗？陈阿姨，大清早的，又是敲门又是吵吵的，干什么呢？陈阿姨，你没事儿？你怎么不接电话？我还担心你出什么事儿了呢。大清早的，你咒谁出事儿呢？跟你妈一个样，都是个黑心肝的。陈阿姨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你今天没来送货，电话又打不通，我担心你一个人住出了事，这才赶来看一眼。妈，我就说吧，你不去送货，急的是他们，可不是我们。燕燕姐，你也回来了，你难得回来，正好今天大家都在，我请你们吃饭啊。哼，女儿啊，你说的对，他们就是看着我一个人好欺负。是啊，不然怎么会心虚的请我们吃饭呢？真是假好心。陈阿姨，我们也认识这么多年了，你们有什么话不如直说吧，我妈那边还等着呢。你们也知道认识这么多年了啊，这么多年，你们家赚了我多少黑心钱，心里没点数吗？什么黑心钱？陈阿姨，我们都是明算账的呀，是我妈少了你钱吗？我帮你问问。什么黑心钱？我卖给你们的牛蛙都是8块1斤，可你们居然转手就卖68，给我的只有一个零头。这么多年，也不知道赚了我多少黑心钱。要不是我们家燕燕看到了，指不定我还得被骗多少年呢！你们拿着我身上的血汗钱，买车买房赚了钱，亏我们还认识了这么久。呸！一群黑心的。我们虽然卖的68，但是分量都是处理后2斤1份的，3斤牛蛙处理完就只剩1斤了，再加上配菜和调料还有独家酱汁，我们并不赚多少。更何况配菜里还有半斤鸡爪，一份菜68，光算上牛蛙就得要48，还有鸡爪的。我管你成本多少，我只知道干锅牛蛙，牛蛙才是大头。但你们给我的只有一个零头，更何况我每次都把牛蛙送到了你们后厨，还不知道给你妈省了多少事儿。你们就是这么回报我的。陈阿姨，那你想怎么办？要我说，你要把之前的钱补我。补钱？补什么钱？你看，我每次送货都是按时送到的，得有准时费吧？每次我都帮忙把牛蛙搬进了后厨，得有辛苦费吧？每次你们牛蛙不够了，都是临时跟我说加定的，得有加急费吧？所以是你们占了我的便宜，得额外给我3000。3000？珊珊，你见到你陈阿姨了吗？她人没事吧？妈，你别担心，陈阿姨没事儿。牛蛙很快就会送到了，您在店里先准备着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那妈先备料。好，3000。妈，我就说嘛，3000都给，真不知道他们家以前赚了我们多少黑心钱，才理亏成这样。呸！亏我还把你们当自己人。这3000给了之后，这笔账就一笔勾销了，没问题吧？那是当然，钱已经转过去了，现在你们可以送货了吧？等等，既然你钱也给了，之前的账我妈就不计较。不过以后从我们这儿进的牛蛙要28一斤，就从今天这批货开始算。陈燕，你别得寸进尺，不然我们绝不给你供货。陈燕姐，牛蛙多少一斤我们都是谈好了的，你怎么能随便涨价？还一张口就加了20。哼，那你们定价68，也没跟我们商量啊？饭馆怎么定价？那是我们的经营成本决定的，什么时候进货商还能管到饭馆的零售价了？快来看啊，大家快来看啊！有人做生意强买强卖啊！就是他，好再来饭馆的，非要我们8块一斤把牛蛙卖给他。是啊，然后他们转头回店里就卖68呢，真是黑心商人。不是这样的，邻居们，是他们突然临时涨价。我说他们李家怎么这么快就住上了大房子，还买了车，感情全是赚的黑心钱啊！要不然说做生意也是看天赋的呢，这种丧良心的事儿，我们老赵家可做不出来。可怜陈老太一个人拉扯女儿，还被李家压榨了这么多年。我呸！以后好再来饭馆，我是绝对不会去了，把大伙当傻子耍呢。李珊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们不供货，急的可是你，这不，你可都直接急得找上门来了。
再说，你刚刚可都和你妈说好了，很快就会送到。再拖下去，你要怎么和你妈交差呢？吃亏的可不是我们。等再过会儿，饭馆里的客人等不及了，可就不是28这个价喽。对，就该涨价，给这黑心饭馆一个教训。陈阿姨，你也是这么想的？你们之前赚了我那么多，现在提这价怎么了？我们刚刚可是说好了，那3000块钱给了，之前的账可是一笔勾销。之前的账是勾销了，我们现在算的是下一笔做的账，下一笔不就该重新谈了吗？是啊，李珊，这么多年了都是8块的进价，你也知道现在物价飞涨，我们也是要考虑成本的。大妹子，我求求你帮帮我吧！我一个人带着孩子，牛蛙全滞销了，再卖不出去，孩子连学都上不起了。你们真的确定以后的进货价要28一斤是吗？当然了，麻溜的，快点扫码付钱，别耽误我们时间。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？没有，我们也是要吃饭的，凭什么把黑心钱都给你们家赚了？陈阿姨，那没办法了，28一斤我们给不起，您另请高就吧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说从今天起，我们2家终止合作。哎，李珊，你站住！妈，你别追，他肯定是故意这么说的，就是想逼我们降价呢。被他们剥削了这么多年，这次我们绝对不能松口。要是他们真的不合作了，我们家那一塘牛蛙可怎么办啊？妈，你想想，现在快过年了，他去哪找能天天稳定供货的批发商？最后啊，他还不是得跪着来求我们？哎呀，燕燕，还是你聪明，要不然妈又被这小蹄子给骗了。贪得无厌，那就看看最后牛蛙烂在手上的是谁。周老板吗？这里有笔生意，要接吗？哎呦，是李老板啊！前几天你在店里忙，我还说你们家干锅牛蛙味道绝了，就是牛蛙个头稍微差了点意思。怎么，什么生意？这里有笔长期的单子，量很大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哦，长期的单子。对，我家想换个供应商。您家牛蛙的品质，我之前看您发的朋友圈确实不错。今天中午大概需要50斤，您现在能加急送过来吗？没问题，我养殖场这边刚好有一批昨晚刚捞上来，在净水池里吐了1碗泥沙的极品牛蛙，个顶个的大。你在店里等着，我亲自给你送过去，最多40分钟。好，但是周老板，咱们丑话说在前面，品质必须像您保证的那样。如果掺水或者个头不够，我这单可是不收的。李老板，你放100个心，我老周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个回头客。要是有半只死蛙、瘦蛙，我老周倒贴你钱。他们母女俩还真以为卡住了我的脖子。做餐饮的，如果连备用供应商都没有，那这几年饭馆岂不是白开了？妈当初为了帮陈家母女，又是掏违约金，又是自费买打养鸡，真是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。妈，哎呦，这都快11点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再晚的话，杀蛙清理根本来不及呀。妈，你别急，陈阿姨今天不来了，我在门口等着呢，货马上就到。不来了？那是谁送？请问是李珊李老板吗？我是老周，给你送牛蛙来了。珊珊，今天怎么突然换人了？是陈阿姨出了什么事儿吗？她家里就她跟燕燕，别是真遇到什么急难了吧？妈，陈阿姨没事儿，好得很。具体的等中午忙完了，晚上回家我再慢慢跟您细说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把中午这波客人对付过去。李老板，你验验货。我的天，这牛蛙起码得有7、8两重一只吧，而且养得真干净。妈，以前陈阿姨送来的牛蛙很多都是3、4两的残次品，水里全是泥沙，甚至还有死蛙，每次你都要花大量时间清洗挑拣。周老板这货真是强了100倍。大姐，你是行家，我这牛蛙都是科学喂养、水循环过滤的，肉质绝对紧实弹牙。你今天先用着，觉得好，咱们以后长期签合同，价格好商量。行，周老板，货款天天聊转给您了，您查收一下。好嘞，收到了。那行，李老板你们忙，我就先走了。妈，时间有点紧了，你赶紧杀蛙备菜，我去前面稳住客人。今天的干锅牛蛙我们多送半斤分量，再每桌送几瓶冰镇饮料。哟，李珊，你妈今天这手艺绝了啊！怎么感觉比平时还要香呢？这肉偷偷改良配方了，这牛蛙肉怎么这么紧实弹牙，而且一丝泥腥味都没有，个头也比以前大了一圈啊！真的哎，以前你家的味道是好，就是牛蛙有点柴，肉小，吃的不过瘾。今天这肉绝了，一口下去全是满足感。王大哥，还有各位叔伯，您几位嘴是真刁。实不相瞒，我们家今天刚刚换了新的供货商，这牛蛙都是精挑细选的极品。因为今天进货耽误了点时间，让大家久等了，所以今天这份牛蛙我们多加了半斤的量。另外冰箱里的饮料大家随便拿，算我的。哎呦，李老板大气，办得好啊！以后就得用这种牛蛙。
价格稍微贵点，咱们都愿意来吃。天天聊收款68元，天天聊收款128元。阿姨以为她垄断了我们家的货源，就能随意拿捏我们家，殊不知好东西永远不愁卖，而垃圾就算包装的再好，吃一口也会吐出来。珊珊，今天的反响太好了，中午带的饭都卖空了。这周老板的货确实比陈阿姨的好太多了。现在店里没外人了，你该跟我说实话了吧？早上到底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，陈阿姨怎么会断供？珊珊，既然今天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妈也不瞒你了。你知道陈阿姨那8块钱1斤的牛蛙到底有多少水分吗？水分？不就是个头小一点，里面掺了点死蛙吗？如果只是个头小，那是养殖技术不行，我认了。可是它陈房心肝早就黑透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每天要在后厨待那么久清理牛蛙吗？因为我好几次在杀蛙的时候刀刃卷了边儿，我切开牛蛙的胃一看，里面全是泥巴包裹着的小石子。什么？往牛蛙胃里灌石子？本来就不大的牛蛙，肚子里装了小半两石头。我第一次发现的时候，还跑去委婉的提醒他，是不是牛蛙生活的环境太差，误食了。结果他怎么说？他跟我打马虎眼，说池子底下就是烂泥碎石，难免的。难免的。我干了10几年餐饮，误食和强灌我能分不出来，全是河滩上的碎石子。我当时想着孤儿寡母可能真的是穷怕了、穷疯了，想贪这点小便宜。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杀蛙的时候自己辛苦点，一点点把内脏清干净，绝不让客人吃出一粒沙子。就当是我这做长辈的，每个月多接济他们几百块钱了。我容忍他弄虚作假，容忍他以次充好，甚至给他超出行情的收购价。我把他当人看，他倒好，反过来咬我一口，说我赚他的黑心钱。他还敢让你拿3000块的辛苦费，还敢坐地起价28一斤。妈，您别气坏了身子，为了这种人不值当。我也正是因为看透了他们的贪得无厌，才果断断了合作。现在周老板给的货好，价格公道，咱们算是因祸得福。我怎么能不气？到底谁赚了谁的钱？到底谁才是黑心的那一个？珊珊，这口气妈咽不下去。他陈芳不是觉得我们的生意是靠压榨他来的吗？不是觉得离了他，我们餐馆就得关门大吉吗？妈，那您说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既然现在周老板的牛蛙质量这么好，我们就把名气彻底打出去，让全镇的人都知道，好再来饭馆换了更好的食材。对，妈，其实我早就想好了，咱们之前受制于食材品质，很多宣传手段施展不开，现在没顾虑了，咱们趁着马上过年搞一波大活动。什么活动？降价吗？降价可是大忌，会让客人觉得咱们以前赚的太多。当然不是降价，我们要搞买1送1，分量加倍。妈，你想，陈家母女敢这么嚣张，不就是觉得我们马上要断粮吗？那我们就拉横幅，贴个大海报，买1送1，分量加倍。那加上配菜得用我们店里最大的那个盆来装了，这成本……妈，这属于营销成本。咱们现在不仅要赢，还要赢得漂亮。我要让全镇的人都来吃，让他们亲自尝尝真正的好牛蛙是什么味道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，4斤就4斤，我累点算什么？不仅如此，只要是来消费的客人，把咱们活动发到朋友圈的，饮料酒水全免。这3天的利润咱们可以不要，全当是广告费。只要口碑立住了，以后的回头客多的是。王哥，帮我加急印一张2米乘1米的大海报，红底黄字儿，最显眼的那种。李老板又要搞什么大动作吗？就是想宣传一下，大海报标题写好再来饭馆，食材全面升级，高品质极品大牛蛙震撼上线，连做3天买1送1，分量翻倍。朋友圈转发畅饮无阻，下午4点前给我送过来。没问题，李老板，这就给你排单加急。买1送1，老板娘疯了吧？那不是亏本赚吆喝？我就说中午去吃怎么牛蛙变大了，原来是换供应商了。明天中午我必须去占座。陈阿姨、陈燕，你们就在那间破屋子里，好好守着你们28一斤的金蛤蟆做发财梦吧。这商业的巴掌马上就要落到你们脸上。燕燕啊，还是你脑子灵光，这3000块钱顶咱们往常送大半个月货的利润了。这算什么？这不过是点开胃菜。你没看李珊走的时候那脸色都气绿了，这就叫拿捏。燕燕，你说他李珊会不会真的不从我们这儿进货了？那我们家池子里那几千斤牛蛙怎么办？妈，你怎么越老越胆小了？现在马上就过年了，各大饭店的供应商早就固定了，订单都排满了。他李珊上哪儿去临时找人给一天供个30-50斤牛蛙？我查过了，附近几个镇子稍微大点的养殖场最近根本没有闲置的货源。他早上说那话纯粹就是死鸭子嘴硬，装腔作势，想吓唬我们降价罢了。可是别可是了，妈，你想想，干锅牛蛙可是他家的招牌菜，每天中午晚上多少人点？
如果没有牛蛙，他那饭馆直接就得瘫痪，客人都得跑光，这损失一天可是成百上千的。我跟你打赌，用不着到晚上，到了下午饭点前，李珊肯定得乖乖打电话过来求我们送货。既然他敢跟我甩脸子，等他再打电话来，进货价直接涨到30，少1分都不送。对，30，这次非让他们连本带利的吐出来。还有他家那个老太婆，平时装的一副活菩萨的样，还说帮我，怎么没见他把饭馆的股份分我一半？这都几点了？燕燕，这马上都9点了，饭馆晚上的饭点都快结束了，李珊怎么还没打电话过来？妈，你急什么？我不是跟你分析过了吗？李家那对母女死要面子活受罪，他们白天刚在咱们这儿放了狠话，晚上拉不下脸来求也是正常的。可是他不求我们，他拿什么卖给客人啊？难道他们晚上没开门？对呀，他们肯定是没开门，因为没牛蛙，只能关门停业，对外就说有事休息天呗。这种强撑面子的手段我见多了，停业1天他们亏得起，停业2天呢，房租人工可是天天在烧钱。你信不信？明天早上他们母女俩肯定拎着果篮来咱们家赔礼道歉。对，肯定是关门了。明天等他来求我们，咱也不要30了，直接要35，而且必须签1年的死合同，不许反悔。燕燕，快起来，咱们去李珊他家饭馆偷偷看一眼。要是他们真关门了，咱们心里也就彻底踏实了。待会儿他们要是打电话来，咱们底气也更足。去就去，我倒要看看李珊今天还怎么嚣张。我的天，昨天晚上那个视频我看馋了，那么大的一只牛蛙，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。听说是换了省城那种活水基地直供的货，比以前那些小土蛙强了100倍。燕，你看那个字，全面介入活水直供，他们不仅没关门，还搞活动了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他们从哪里弄来的牛蛙？附近根本没有。李老板，你要的100斤加急大牛蛙到了，今天这批比昨天的还要大。辛苦周哥了，快请进。完了，燕，咱们完了。他真的找到下家了，他不是在吓唬我们，他是真的不要我们的牛蛙了。不，我不信，这肯定是他花高价从外地调过来冲场面的。100斤极品牛蛙，加上买1送1，他这是在烧钱，我就不信他能一直亏下去。走，我们过去，这都是我们的客人，我们过去揭穿他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他赚黑心钱。燕，这么多人，咱们现在闹会不会惹众怒啊？要不咱们等下午人少点再来。等什么等？人越多，咱们揭穿他的时候他越下不来台。妈，咱们别硬碰硬，咱们进去装作是来捧场的，在菜里挑挑骨头，顺便煽动一下别人。哎呦，珊珊啊，你家生意这么好啊，这个点都有这么多人，阿姨刚才还担心你们没货开不了张呢。是啊，陈阿姨，托您的福，我家牛蛙换新供应商了，人家这活水直供的极品牛蛙，品质好，这3天做活动买1份送1份呢，您要进来尝尝吗？哎呀，珊珊，陈阿姨跟你们家都多少年的交情了，你还跟阿姨来这套官腔呢？你之前不是还心虚的说要请我们吃饭吗？怎么，现在翻脸不认人了？陈阿姨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我和你们可没什么交情，更攀不上您家这尊大佛。毕竟你们家那28块钱1斤，肚子里还带着存货的牛蛙，我们这种小本生意实在是销售不起。281斤，抢钱啊这是！就是，以前看他们可怜，原来心这么黑呀。珊珊呀，那我们点份干锅牛蛙，是不是也按你说的有买1送1啊？上面不是写的很清楚，人人有份吗？陈阿姨今天这么不自信，是觉得您做过什么亏心事，我会特意为难您吗？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来1份干锅牛蛙，大份的，我倒要尝尝你这吹上天的极品牛蛙到底是个什么货色。行，有什么忌口吗？没有。妈，
陈家那对母女来了，在5号桌点了个大份干锅牛蛙。他们来干什么？不是在小区里到处说我们赚他们黑心钱，恨不得我们饭馆今天就倒闭吗？怎么还上赶着来给我们送钱？黄鼠狼给鸡拜年，肯定没安好心。妈，您别急，他们点名要吃，显然是不甘心我们找到了好货源，想来刺探军情的，顺便估计还想在菜里挑刺，当众抹黑咱们。挑刺！我做干锅10几年，这批大农蛙的品质更是无可挑剔，它能挑出什么刺来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但是来者是客，有钱谁不赚啊？您就拿出1万分的功力，把这锅牛蛙做得漂漂亮亮的端上去。要是敢在大厅里闹事，那今天我刚好让全镇的人都认清他们的真面目。行，妈今天就让他们尝尝什么叫真正的干锅牛蛙。珊珊，把你那旧手机拿过来，架在后厨那个出菜口旁边。架手机干嘛？你妈我平时也不是白看那些短视频的，他们要是敢闹事儿，我就在后厨开个本地直播。2位的干锅牛蛙，慢用。妈，你觉不觉得这牛蛙根本没有它之前的好吃啊？怎么了，燕燕？是哪里不好吃了？是不是肉不新鲜？大家看看，你看这牛蛙的肉不仅粗糙，而且根本不紧实，咬在嘴里松松垮垮的，一点嚼劲都没有，像是在吃面团一样。哎呦，小姑娘，你这么一说，我也觉得不对劲了。我刚才就吃着不对味儿，虽然今天说是买1送1，但锅里的牛蛙块数和以前比起来数量少了好多呢。对，我也觉得这肉柴得很，这味道还真不如以前的牛蛙呢。这赵婶是陈阿姨隔壁单元的邻居，老刘是平时爱在陈家楼下下棋的老头。这些人分明就是陈家母女今天找来的水军。放你娘的狗屁！大妹子，你是没吃过好的吧？还是味觉失灵了？现在的牛蛙个个肥的流油，鲜嫩多汁，一口咬下去全是蒜瓣肉，你居然说它松松垮垮？就是啊，这位女士，你刚才说数量少了，现在的牛蛙个头比以前大了1倍不止，一直顶以前2个，那剁出来的块数自然就少了。比较起来，我更喜欢吃现在这种大个的牛蛙，吃着爽。我也是，我严重怀疑你们是不是收了黑钱来捣乱的？谁家搞宣传会用差的食材？肯定是东西质量更好了，有底气了，才会这么大张旗鼓的宣传嘛。真的是你们懂什么？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现在的牛蛙质量没以前的好，这才搞什么买1送1，纯粹是靠着死蛙的重量在这里骗人做广告呢？是啊，我怎么吃都觉得没有之前的好，我脑仁都被吃疼了，还是放回以前的供货商吧。以前的牛蛙又紧实又有嚼劲儿，要是店家不放回以前的货源，我以后可绝对不会再来这家店了。我说你们几个有病吧？这家好在来餐馆的干锅牛蛙，10里8乡，谁不知道味道好？你们不来拉倒，把位置腾出来，外面多的是人排队。这几个大姐大叔看着挺实诚的，怎么脑子转不过弯呢？我身边的朋友昨天吃过都说好，今天全来了，你们在人家店里净说些丧气话，到底安的什么心？几位大哥消消气，为了这点小事气坏了身子不值得，这碟花生米算我请大家的。各位顾客朋友，大家都别吵了，也别误会这几位。李珊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，这2位正是我们饭馆以前的那家牛蛙供应商。什么？他们就是以前那个供货商？我就说嘛，哪有正常的顾客会说以前那种小柴蛙比现在的大牛蛙好吃的？除了他自己，还有谁会觉得以前的牛蛙比现在的好吃？太不要脸了吧！这是看着人家生意好，专门跑过来砸场子恶心人的，还带了几个托儿。不是的，你们误会了，我们只是普通的食客。不是我，这些话不是我要说的，是我妈，是她让我说的。各位，既然今天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那李珊就索性把前因后果都给大家说个明白。几年前，在我们和陈阿姨达成合作前，
我们饭馆本来已经有一个稳定且质量很好的合作伙伴了，可是有一天，这位陈阿姨带着她的女儿来到我们店里，声泪俱下。她跪在我妈面前，哭着说她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有多艰难，既要供女儿上学，又要照顾养殖场。她求着李妈，看在大家都是女人，都懂得带孩子不容易的份上，给她一条生路。李妈是个心软的人，看不得孩子受苦。为了帮他们，李妈不仅违约，赔付了原来的合作伙伴大笔的高额违约金，还强行和这位陈阿姨签订了合同，甚至把当时市场上批发均价只有6块一斤的牛蛙，主动给陈阿姨提到8块钱一斤收购。当时陈阿姨感恩戴德，发誓一定会送最好的牛蛙来报答李妈。可你们知道，这位满嘴感恩的陈阿姨，为了能让牛蛙更压秤，为了能多赚我们几毛钱，每次在送货前，残忍的往活生生的牛蛙胃强行灌满碎石子。我靠，往肚子里塞石头，这也太缺德、太恶毒了吧！他是不是疯了？就为了那点的钱，就没考虑过别人的食品安全吗？要是小孩子一口咬下去把牙崩了，或者咽下去把胃划破了，这责任谁来负？黑心商贩滚出去！黑心商贩滚出去！大家请放心，大家绝对不用担心吃到石头。过去的这几年里，我妈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，把每一只牛蛙彻底剖开，一粒一粒的把石头洗干净，绝没让一粒沙子流向餐桌。这就受不了了，真正的致命一击可还在后面。可是，各位街坊，灌石子虽然恶心，但还不是导致我们最终决定停止合作的最直接原因。最终的原因是，这位被李家帮了几年，拿着8块钱高价还要往挖肚子里塞石头的陈阿姨，在几天前突然断了我们的货。陈阿姨说，我们饭馆8块钱一斤收陈阿姨的牛蛙，转手做成干锅却卖大家68块钱一份。陈阿姨觉得这里面的60块钱差价，全都是从陈阿姨身上吸的血。陈阿姨是不是脑子有坑？做餐饮的又不是做慈善，难道陈阿姨以为68块钱买的是一头活蛤蟆吗？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有杆秤，今天我李珊就当着大家的面把这笔账算清楚。我们卖的干锅牛蛙都是处理后净重实打实2斤一份的。大家都知道活物处理的损耗有多大，3斤带头带内脏的活牛蛙杀完洗净，最后剩下的肉就只有1斤了。为了凑够这锅里的2斤净肉，我们要消耗6斤活牛蛙。按照陈阿姨8块钱一斤的价格，光是活蛙的进货成本就是48块钱，而且还要加上其他配菜，还有我妈每天熬制的独家酱汁，更别提房租、水电、人工。一份菜卖68，抛去48块钱的牛蛙成本，加上鸡爪、辅料、房租，我们的利润到底有多微薄？可陈阿姨看不到这些，陈阿姨只看到我们要68，所以就在昨天，他们仗着我们饭馆必须要用牛蛙，觉得我们短时间内找不到替代的供货商，威胁我，如果还想用他们的牛蛙，进货价从8块立刻涨到28块钱一斤。28，操！菜市场精品的才卖10几块，28一斤。他这牛蛙肉是金子做的，还是养殖场是金子做的？呸！真不要脸啊！别人拉了你们一把，你们不仅不报恩，还想把人往死里搞。28一斤收进来，那这锅牛蛙李老板不得卖咱们150？带着你们的黑心牛蛙滚出这条街！以后谁要是敢用你们家的货，老子第一个带头砸他的店！滚出去！是他往牛蛙肚子里塞石子，是他干的。要涨价到28也是他想赚钱，逼着我去谈的，都是这个老女人的错。你们要骂就骂他。爷爷，你说什么？明明是你！闭嘴！难道不是你贪钱吗？够了！这里是饭馆，是大家吃饭的地方，不是看你们母女俩演反目成仇的戏台。带着你们的烂账滚出去吧！别在这儿倒大家的胃口。对不起各位，今天因为这点私事惊扰了大家吃饭的雅兴。作为补偿，今天在座的每一桌结账时一律打8折。好，李老板大气，以后我们就认准你家吃了。老板娘大气！对，老铁们，刚才跑出去那个就是塞石子的黑心供应商，大家可千万记住他家在镇西头的养殖场，别去买他家的毒蛤蟆了。妈，您真开直播了？那可不，不仅开了，你看这在线人数，妈呀，1万多个人在看呢。家人们，就是这家，据说味道绝了，看
看这招牌，好再来，今天必须吃到。现在哪怕饭馆已经不再做买1送1的活动，每天的营业额依然是以前的3、4倍。王老板，您行行好，我这批蛙品质真的可以，您6块钱1斤拉走成不成？ 6块，你戳我也没用，老子的餐馆还要做生意呢。用了你们家灌石头的毒蛤蟆，是嫌命太长，还是想等工商局封店？以后别给老子打电话晦气。都是李山那个贱人，把我们害成这样。燕燕，咱们的牛蛙真的一个也卖不出去了，这辈子咱们是真的完了。你不是嫌我丢人吗？你不是在饭馆说你是打工的吗？好，从今天起，你就在家里给我捞牛蛙、洗牛蛙，卖不出去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出我这个院子。你这蛤蟆一看就是池子里饿了好几天的，一点精神都没有，个头也跟个小耗子似的。我看啊，3块钱1斤，你全包给我算了。3块？你抢劫啊！我买饲料的本钱都不止3块。就你这破烂货，里面说不定还塞了沙子呢，3块我都嫌多，不卖拉倒，拉回去自己炖着吃吧。老铁们，左手边这是我家的活水极品大牛蛙，右手边是陈家的残废品。咱们今天现场看看陈家这蛙肚子里到底有多少河沙碎石。你这个扫把星，你不是说李山是故意压价的吗？你不是说他找不到下家，迟早要求我们吗？妈，你疯了，放开我！老娘供你读了那么多年书，你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，出那种馊主意，现在把老娘的财路全断了，我打死你个赔钱货！李山，原来李山从一开始就没有被拿捏过。为什么李山那个一直在外地上班、刚回来没几天的小丫头，凭什么能有那么大的底气？凭什么能在被断供的当天就找了那么大体量的备用货源？老板娘，你们家这干锅牛蛙的味道确实是一绝，这独家秘制酱汁调得太地道了。只是这牛蛙的食材拖了后腿，个头太小了，肉质松散不弹牙。要是换上极品的活水大蛙，这道菜的价格和口碑起码还能再上一个台阶。大哥，您是行家，我们也不想用这种小蛙，但是镇上供货的就那一家，我们这也是没办法。巧了，我家就是省城附近搞大规模生态养殖的，我叫周大强，我家的牛蛙每一个挑出来都比你现在用的这批大一圈，绝对的高标准。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我。别哭了，哭丧呢！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们去别的镇子卖吧，便宜点也行。便宜点？3块钱1斤卖给那个死杀猪的吗？老娘宁愿把这些蛤蟆毒死，也不让他占便宜。燕燕，家里是真的没钱了，供你吃，供你穿，现在到了你报恩的时候了。啊，你要干什么？镇东头的厂子里前2天来人了，现在厂子里缺人，他们愿意先付你1年的工钱。什么？你要把我送去那个黑心工厂？你去把这几千斤牛蛙给老娘卖了！我告诉你，陈燕，明天一早你跟我去李家饭馆道歉，你就是跪在地上磕头，把头磕破了也得把他们的单子给我求回来。如果你求不回来，下个星期你就给我去那个厂子打工去。快看，那不是之前塞石子的黑心母女吗？他们怎么还有脸来这儿？哟，这是恶有恶报被打了吧？听说他们家牛蛙现在白送都没人敢要。妈，人太多了，大家都看着呢，我害怕。怕什么？面子值几个钱？今天要是求不回来，你就在那个工厂哭一辈子吧。珊珊，陈阿姨，你们来干什么？我们饭馆现在不缺货，也不缺来看戏的人。如果是来吃饭的，麻烦外面取号排队；如果是来闹事的，我马上报警。李大姐，珊珊，千错万错都是我，
我的错呀，大姐，我是被猪油蒙了心，是看你们生意太好，一时眼红，才会说出那种混账话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们家的养殖场快办不下去了，我给你们降价，5块钱1斤卖给你们，行不？只要你们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让我干什么都行啊！陈芳，做生意嘛，讲究个你情我愿。你家的牛蛙我买不起，也不敢买，我这小庙容不下你这尊大佛，你还是另请高明吧。门在那边，不送。阿姨，求求你发慈悲帮帮我们吧！阿姨，你就可怜可怜我吧！我妈要把我送去镇西边的黑心工厂，那个工厂都害死多少人了！你也有女儿，你忍心看着我被毁了一辈子吗？有戏！李妈这个女人最看不得别人遭遇惨剧，只要我继续装可怜，把事情说得越惨，李妈就一定会像几年前那样心软答应。阿姨，我真的不想死啊！李姐，救救我们娘俩吧！要是不签我们家的合同，我实在没钱供这娃上学，只能让他去南方进厂打工了。孩子别怕，阿姨帮你们。燕燕啊，你这话说的可就不讲理了。你是你妈的女儿，又不是我的女儿。她要你去黑工厂打工，你不想去要求你妈妈呀？求我有什么用？对呀，虎毒还不食子呢。自己亲妈要卖女儿，不怪当妈的恶毒，反而跑来道德绑架饭馆老板，这是什么强盗逻辑？这也就是看人家李老板好欺负，想再玩一次1哭2闹3上吊，把人家架在火上烤呗。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，骨子里坏透了。妈，后厨还炖着汤呢，您先去忙，这里交给我处理。陈燕，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你跪下，只要你哭，别人就理所应当为你的人生买单？陈燕，同一个戏码用2遍就没用了。之前你抱着我妈哭小哭，她大发善心，让你有了继续念书学习的机会，她以为给了你一条康川大道，可你是怎么报答的呢？陈燕，你读了那么多年书，全都学怎么算计恩人去了，是你自己亲手断送了你自己的路。不是的，我不是。保安，把这2个干扰我们正常营业的人请出去。放开我，我自己走。我看我你们干什么？放手！妈，我们怎么办？以后别再来了，否则我见一次报一次警。天哪，我们娘俩怎么活呀？妈，别喊了，没人会管的。要让我去黑工厂，那我不如直接死在这个屋里，让你人财两空。你死吧！你要是死了，我就去厂里哭丧，让他赔我一笔安葬费。反正这养殖场要垮了，我正愁没钱养老呢。燕燕啊，饿了吧？不想去很简单，我这人很民主的。认命吧，厂里已经把1半的定金送来了，后天厂里的车就来接你了。你这2天给我老实点，要是敢跑，我打断你的腿！哼！不，我不能去那个黑心工厂，我再去救李珊。李珊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我吧！你又想干什么？我妈明天就要把我强行送去那个吃人的厂了，
李珊，我知道我以前对不起你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只要你帮我这一次，借我一点钱让我逃走，或者你去跟我妈说一声收我们家的牛蛙，以后我给你当牛做马，求求你，看在我们从小认识的份上，拉我一把吧。我帮过你的不止我妈也掏心掏肺的帮过你，可你是怎么报答的呢？我改了，我真的改了。你帮我这次，我以后命都是你的。陈燕，你妈妈当初跪下求我妈帮她的时候也这么说，她说会结草衔环的报答我们。结果呢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你们的承诺一文不值。妈，我求你了，你放过我吧，我是你亲生女儿啊！哈哈，糊了！给钱，给钱！废物，连箱子搬不动，养你吃干饭的。白眼狼，把地扫了，顺便把这筐垃圾也倒了。28一斤，买车买房，李珊你要求我就我送我。没钱还想赌，把衣服扒了都不够抵债的，赶紧给老子滚！您拨打的电话在通话中。你个丧门星，你死回来干什么？厂里没给你饭吃吗？老娘现在没钱养你这种废物！我跟你说话，你聋了吗？滚回你厂里去！是你把我卖给恶鬼的，你赚了黑心钱，你不配做妈。王大哥，今天太忙了，招待不周，这箱饮料算我请大家的，千万别客气。谢谢老板娘。珊珊，你听说了吗？西头那个陈芳自己把自己害死了，听说是昨晚的事儿。燕燕那丫头被折磨得疯了，哎呦，造孽啊！张大妈，路都是自己选的，贪心不足，早晚会遭反噬的。听说了吗？西头养殖场陈家昨晚出大事了，那个疯女儿把亲妈给……听说了，幸亏李老板当初当机立断切断了合作，否则跟这种极端的家庭牵扯下去，指不定会惹出多大的麻烦。妈，您心里难受了？难受谈不上，就是觉得当年那个穿着校服哭着要读书的小女孩，怎么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拿刀的疯子？妈，他们的悲剧是因为他们把恩人当仇人，把亲人当筹码。这件事翻篇了，咱们得把精力放在自家的生意上。树大招风，陈家虽然倒了，但咱们的考验恐怕还没完。李老板，来收货啦！周哥，怎么了？路上不顺利？珊珊，你得留个心眼儿。今天我从省城开车过来的时候，聚贤楼的刘胖子派人拦了我的车，他想要包圈我养殖场所有的牛蛙。这刘胖子是想让我李家断供，好对好再来饭馆釜底抽薪啊！你放心，我老周是个讲义气的人。当初我牛蛙没销路的时候，是你这第一波大额订单帮我打开了市场，我当场就拒绝他了。谢谢周哥。不过刘胖子这人心胸狭窄，他明着挖角不成，暗地里肯定要使绊子。陈家母女刚出事，镇上本来就风言风语的，你们风头正盛，一定要防着小人放冷箭。妈，等会儿把后厨所有角落再彻底消毒一遍，食材卫生标准必须提到最高，任何进货和配料，除了您和帮厨，谁也不准碰。后厨有妈守着，保准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。小王，把店里所有的监控探头全部仔细检查一遍，看看有没有死角，尤其是正对大门和收银台的，确保画面清晰。好的，李老板，我马上就去检查。树大招风，刘胖子，你有什么阴招尽管使出来吧，我李珊等着你。喂，怎么了？珊珊，你快看咱们县的同城贴吧和短视频平台，有人在带你们家饭馆的节奏。带节奏？出什么事了？电话里说不清楚，总之对方明显是有备而来，请了大量的水军，热度已经爆了，你快看。
这刘胖子明着挖教周老板不成，竟然想用道德审判来引导舆论，搞坏我们好再来饭馆这块金字招牌。老板，怎么回事啊？今天外卖被退了10几单了，理由都是不想吃带血的饭。珊珊，网上那些话骂得太难听了，说我是什么催命的活阎王。咱们要不歇业几天避避风头？不行，妈，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。如果我们现在关门，在别人眼里就是心虚，就是默认了他们泼的脏水。大家都不用慌，工资照发，外卖平台上的差评暂时不管。只要是恶意退单的，全部同意，绝不纠缠。珊珊说的对，我们天天在镇上，谁不知道陈芳那对母女是什么德行？塞石子那是犯罪，网上的笨蛋好糊弄，我们街坊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我们支持你。帮我联系几个平时做辟谣和打假的同城大 V， 另外把我妈那天在后厨直播的完整录像原片1秒不剪的准备好。我要开始反击了，刘胖子，既然你们喜欢利用网络舆论杀人，那我李珊就让你们见识一下，什么叫做真正的舆论反噬。哟，李老板，你挡着我干嘛？黄毛、聚仙楼，刘胖子给了你多少钱，让你发帖造谣，我们逼死陈家母女？你胡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造谣损坏商家名誉是要坐牢的。把刘胖子雇你的聊天记录和转账截图发我，这1万块是你的，拿了钱去外地避避风头。你说话算话，我这就发给你。给我往死里黑李家，把他们的招牌彻底砸了！滚！珊珊，你回来了！我看了网上的那些狗屁帖子，气得我一晚上没睡着。我把你遇到的事儿跟我朋友说了，我把他给你带来了。这位是何律师，省城鼎康律所的高级合伙人。咱们做正经生意的，遇到这种泼脏水的，不能光靠在网上打嘴炮，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。何律师您好，太感谢周哥和您了，这真是雪中送炭。李老板，情况周总都在路上跟我说了，只要我们能证明这些言论是恶意捏造，且对饭馆造成了实质性的经济损失，我们就可以起诉平台，要求删帖。何律师，您看看这个，我已经锁定了幕后黑手，就是镇上另一家酒楼的老板，连雇佣水军的转账记录都有。有了这份铁证，这就不单单是名誉侵权了，这是典型的商业诋毁和不正当竞争。刘胖子这次恐怕要面临巨额赔偿了。赔偿倒是其次，我要的是彻底撕下他那张虚伪的面具，我要让他知道，用道德绑架和网络暴力去杀人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。好，我这就开始起草律师函和报案材料。何律师，这律师函起草好之后，麻烦您先给我一份电子版的盖章扫描片。珊珊，你要扫描件干啥？咱们不直接起诉他吗？我不打算在背地里起诉他，我要当着全网10万人的面给他来个公开处刑。好，要的就是这种硬气。珊珊，今晚你开直播，我在我的供货商群里帮你拉人去捧场，咱们绝不能让这种小人得志。各位晚上好，觉得我逼死孤儿寡母，今天我不卖惨也不辩解，直接放证据。第一，对于网上传播的关于好再来饭馆强制解约逼死前供布商的言论，我李珊已向警方报案，并正式起诉相关造谣者。看看你们嘴里可怜的受害者是怎么塞石子坑害消费者，又是怎么坐地起价勒索我们，甚至在关键时刻推亲妈出来顶罪的。嫌8块1斤少，转头拿到女儿给他的钱，却在3个月输个精光，还道歉了10万块。陈家的悲剧源于他们无底线的贪婪、赌博和家暴，他们榨干我不成，便倒打一耙。我李珊绝对不背这个黑锅。
既然真相大白了，那么我就要问一句：是谁在死人身上吃人血馒头，雇佣水军在网上大肆造谣，甚至煽动大家恶意退单呢？我在这里郑重警告镇东头家字号带仙字的老牌大酒楼老板，派人半路拦截我的供货商，企图买断货权，买断不成就花5000块钱雇佣水军在网上发黑通稿。您的这种行为不仅是恶劣的商业诋毁，更是触犯了法律。我的律师函明天一早就会送到您的酒楼大堂，咱们法庭上见。带仙字的酒楼镇东头，那不就是聚仙楼的刘胖子吗？我操！我操！实锤了！聚仙楼老板竞争不过，就搞造谣灭黑这一套，太脏了！大家一起去抵制聚仙楼！李珊，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丫头！拍到了，这卫生条件简直触目惊心，今晚发出去绝对是爆款。真是恶有恶报，现在他们聚仙楼不仅被勒令停业整顿，卫生局和工商局都上门了，网上全是在看他笑话的。妈，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他想用脏水毁了我们，最后却彻底溺死在了自己的脏水里。珊珊，你快来看，聚仙楼出事了！活该，早该查了。这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下场。他以为躲在网络背后放冷箭就能摧毁我，但是互联网是一面照妖镜。当所有的目光都被他吸引过来时，那些脏东西也会在阳光家彻底曝光。李老板，好消息，刘胖子刚才主动联系我，表示愿意在市级报纸和网络上公开登报道歉，并且赔偿咱们饭馆10万元，祈求我们撤销刑事控告。何律师，钱我可以收，撤诉也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那份公开道歉信必须在他聚香楼的大门上贴满整整3个月。我要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知道，在餐饮这一行，靠手段是走不远的，唯有良心才是立店之本。没问题，李老板，这事儿交给我去办，保证办得漂漂亮亮。哎呦喂，他姑，你这店现在开的可真是气派呀！这大玻璃，这大吊灯，真像那么回事儿。大哥、嫂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快坐，快坐！珊珊，给你舅舅他们倒水。大姑啊，我们这也是顺路来看看你。听说你现在发大财了，这10里8乡的都传遍了。大舅，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？哎呀，珊珊，看你这孩子说的，都是一家人。是这样，你表哥啊，之前在南方那个电子厂干的不顺心，这不刚辞职回来。妹子，你这店这么大，外面雇人多不放心啊，还得是一家人。就让强子在你这儿当个大堂经理，帮你管管账，收收钱，自家人用着也放心，不是？大堂经理，管账，没钱，这分明是来抢饭碗夺权的。当年我妈一个人带着我，我妈曾去求大舅借2万块钱周转，大舅连门都没让我妈进，隔着防盗门就把亲妹妹打发了。表妹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服务员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。等我当了经理，保证把他们训得服服帖帖的。咱们亲戚一场，工资1个月随便给我开个12800就行了。表哥，我们这儿的主管1个月才6000，你1没餐饮经验，2没管理能力，张口就是大堂经理，你以为这饭馆是提款机呢？珊珊，怎么跟你表哥说话难听？你一个女孩子家以后早晚是要嫁人的，这店以后还不是得靠你表哥帮你妈撑着？大哥、嫂子，店里大堂经理珊珊干得挺好的，账目也不需要外人管。强子要是真想干活，后厨正好缺个洗菜切破的学徒。他姑，强子可是你亲侄子，你怎么能让他去后厨干那种下人干的粗活？不想干，大门在那边，慢走不送。姑，洗菜就洗菜，强子都听您的，您放心，强子进去后肯定好好干。王哥，这位是我表哥，从今天起他就在后厨归你管，所有的活儿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。如果他偷懒或者违反卫生规定，该扣钱扣钱，绝不姑息。表哥，后厨的规矩很简单，
干活拿钱，不干活走人。没有学徒1个月拿12000的道理，也没有谁必须惯着谁的说法。小偷小摸顶多也就是开除，既然你敢偷东西，说明你的胃口远不止于此。表哥，你就等我抓个大的。对，李老板是吧？我是好再来后厨的主管。我听说你们家的牛蛙便宜，6块1斤。我们店现在用的那种15块1斤的极品蛙太浪费了。你明天一早从后门偷偷给我送50斤死掉的，或者是快不行的残差蛙过来。就是这个价钱吗？钱我照样按15块报账，中间这差价，咱们兄弟俩55分账。 6块1斤的残差蛙，这种货色，连当年陈家母女塞石子的牛蛙都不如。你既然想玩狸猫换太子，那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捉贼拿赃，瓮中捉鳖。强哥，这可是刚死没多久的蛙，趁着天冷还没臭，你赶紧处理。这是说好的回扣，500块。 哟，这么早就在后厨忙活呢，看来3500的工资确实屈才了。珊，你听我解释，这是我在外面看到便宜的牛蛙，想替姑妈省点成本。省成本，用6块钱1斤的死蛙来换我们15块1斤的极品活蛙，剩下的钱装进你的腰包，这叫省成本。6块1斤，你明天一早从后门偷偷给我送50斤死掉的，或者是快不行的残差蛙过来。 钱我照样按15块报账，差价咱们5分账。哎呦，这都是误会呀，他姑。珊珊，强子他年轻不懂事儿。再说了，这牛蛙反正都是要杀的，死的活的下锅炸一炸，不都一样吃吗？一样吃。嫂子，我们好再来能有今天，靠的就是对得起客人的良心。 当初陈芳往活蛙肚子里塞石子，我都跟他断了交情。你儿子现在敢给我会死蛙！你个混账东西，还不赶紧给你姑认错！姑，我错了，我鬼迷心窍，您就饶了我这次吧。保安，把这些死蛙全部浇上消毒液，当着他们的面扔进垃圾站。表哥，念在亲戚一场，我不报警抓你职务村战，但你在后厨偷辅料的钱。 加上这批牛蛙的损失，从你工资里全额扣除。现在马上卷铺盖给我滚出饭馆！珊珊，你别太绝了，打断骨头连着筋。你把你表哥赶出去，以后你们家出了事儿，谁给你们撑腰？我李珊自己就能撑起这片天，用不着你们这些吸血虫。我最后说一次，马上滚！没良心的白眼狼，以后求到我们家，别想进门！ 老板，不好了！我刚才打扫的时候，发现您放那本记录着干锅秘制酱汁配方的抽屉被人动过了。李强啊，李强，你终于还是对饭馆最核心的秘方下手了。李强，你以为你偷到了好再来的致富秘密？真正的核心配方，我怎么可能直接放在抽屉里？按照这个假配方熬出的底料，加热后会立刻泛散出极难咽下的苦涩味。妈。 强子偷走了配方，李强翻进办公室，偷走了假配方。这两个白眼狼，强子他居然敢偷配方！大哥他们怎么能纵容孩子干出这种下作事儿？亲兄弟都不如外人啊！妈，您先别急，听我说，他们拿了假配方，以大舅好面子又贪财的性格，肯定会到处借钱开一家比咱们还大的店，想来抢我们的生意。妈。 您这次可千万别心软，他们这是想断咱们的生路。你放心，从他们纵容强子往锅里放死魔蛙那一刻起，我就当没这个大哥了。他们要死，就让他们自己作去。开业大吉！ 进来尝尝，大家来
38一份，好再来要卖68呢。走，进去尝尝。李老板，他们这么搞，不是明摆着抢咱们的生意，毁咱们的名声吗？他们家一份才卖38，这连活蛙的成本都不够吧？当然不够。所以，李强用的肯定是15块钱一斤，甚至10块钱一斤的死蛙和病蛙，再加上那个错误的配方。大家不用慌，正常工作。这种靠偷、靠骗、靠烂货堆起来的虚假繁荣，不出3天就会现出原形。老婆子，你看这人多的，咱们发财了。李山，你以为藏得深，最后这发财的秘方还不是到了老子手里？呸！这他妈什么玩意儿？这肉怎么是苦的？而且这蛤蟆肉全散了，一股烂泥味儿，根本不新鲜。太难吃了，这酱汁简直像喝中药一样。还有这鸡爪，咬都咬不动。这配菜放了几天了，这也敢叫正宗秘方？退钱，来吃骗子，骗子！各位消消气儿，这是我们新店，厨师火候可能没掌握好，我马上让后厨重做。重做个屁！老子天天在好再来吃，人家那牛蛙个大肉紧，酱汁香甜微麻，你们这搞的是什么毒药？挂羊头卖一肉，我看你们就是打着人家老板娘的旗号招摇骗钱，不退钱，今天砸了你们的店！不可能啊！我明明是按照那个笔记本上的配方熬的呀，怎么会是苦的？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28元一份。大哥，再宽限几天吧，这店刚开，还没回本呢。没回本？你这店里连个鬼影都没有，你拿什么回本？老李头，明天中午12点之前连本带利25万，少一个子儿，我就把你这店砸个稀巴烂。全完了，房子没了，还欠了一屁股高利贷。找我妹妹，她有钱，她不能见死不救。大姑，妹妹呀，救命啊！催债的天天上门，你现在生意这么大，你随便拿出20-30万就能救我们一家老小的命啊！大姑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不该带戏去开店，更不该让强子去偷配方。看在都是李家骨血的份上，你拉我们一把吧。大哥，当你们纵容强子往我锅里下死蛤蟆的时候，当你们偷走我的笔记本，想要在对面开店抢我生路的时候，你们想过我们是亲兄妹吗？不是的，那是强子一时糊涂。别演了，大舅，你们要是真能把那家店开火了，现在恐怕早就站在我们头上耀武扬威，嘲笑我们愚蠢了吧？你们没想到那是我故意留下的废配方吧？是你，李珊，是你故意害我们。我害你们？是我逼你去偷东西的吗？是我逼你用烂肉去骗客人的钱吗？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！把他们轰出去，顺便告诉外面的人，我们好回来跟这3个人还有对面的那家黑店没有任何关系。谁要敢在店里闹事，直接报警！珊珊，你大舅家出大事了，你听说了吗？张大妈，我这几天忙着店里的事儿，没怎么关注。昨儿中午，一帮要债的把那家亲表哥牛蛙店给砸了个稀巴烂。你表哥李强想跳窗户跑，被当场抓住。你大舅把老家的房子抵押了，一家3口昨晚买站票，连夜逃到南方厂子里打工还钱去了。听说你大舅妈在火车上哭的眼睛都快瞎了，真造孽呀！珊珊，歇会儿。今天咱们的营业额又创了新高，多亏了你和周老板。现在咱们好再来，连外地的食客都慕名开车过来了。咱们现在的名气已经彻底打出了本事，咱们的品质和口碑配得上这份火爆。不过咱们的店面在这小镇上恐怕很快就要装不下了。您好，您的菜齐了，请慢用。老板娘，这味道绝了！我们兄弟几个专门从隔壁市开车2个小时过来，这一趟真是不虚此行。感谢几位大老远跑过来支持，合口味就好。
有什么意见随时提。今天这盘凉菜算小店请大家的。塞进去，塞满就压秤了，多卖几块钱。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，所有的账终于在这一刻彻底两清了。来来来，大家共同举杯，敬我们李总，敬咱们的铁娘子老板娘。这杯茶我要敬我妈，是她用10几年的坚持和一锅一锅的好味道打下了这片江山，也是她教会了我做人做事良心和底线缺一不可。傻孩子，妈老了，以后这天下是你这年轻人的了。只要咱们对得起客人的肚子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这招牌就永远砸不了。珊珊，看什么呢？快过来吃这块最大的牛蛙腿，妈特意给你留的。来了，妈。这世间所有的算计终将落空，只有绝不低头的实力，才是抵御一切恶意的最强武器。